大家好，欢迎回到我的频道。今天天气呢也是晴空万里，非常舒服。我现在后背晒着太阳，非常温暖，想跟大家聊聊天。今天想聊的主题呢是诈骗。大家有没有被骗的经历呢？在这里，这个被骗不是指谎言之类的欺骗，或者像愚人节之类被大家开玩笑的这种不算。我说的这个呢是诈骗。在我遭遇这个诈骗事件之前呢，我感觉我个人的警惕性还是很高的。比如说常规的那些常识，不要轻易点开别人给你发的链接，不要相信警察或者是什么机构正在追查某个案件之类的。所以我觉得诈骗这类事情应该离我非常远。没错。但是在法国的那一年我就不幸被命中了，被诈骗了500欧。那后边有没有拿回来呢？包括遭遇诈骗之后的心情的各种起伏呢？我们就逐步来聊一聊事件的起因。就是有一种说法吧，叫做量子纠缠。当你遇到不太好的人，或者是不太对的能量场的时候，其实保护自己最有效的办法就是远离，也就是切断联系。无论你出于什么原因跟这样不好的能量或者是人有互动的时候，也就是说，只要你对这个能量有回应，那么这个能量一定会跟你产生更深刻的纠缠。事情的起因呢，是在法国那会儿，我就经常收到骚扰电话。开始的几次呢，我都是直接挂断的。但是有一次呢，就突然心血来潮，就想着，这些坏人总是想骗别人，那我也跟他们互动一下好了。所以我就故意的接通了电话。接通之后呢，我就用中文、日语、英语，还有不怎么流利的法语，在上边胡说八道。最后对方看这个对话没有办法进行，也就挂断了。我当时有一种打了胜仗的愉悦感，因为终于可以让诈骗的人觉得无语了，就觉得很开心。但是我想，恰恰是因为这一次，可能就埋下了那个不好的种子。之后呢，我就预约了3周的欧洲行，行程包含法国尼斯、意大利，还有瑞士，还有比利时，对，就这几个国家。因为是3周的行程，所以我订了很多酒店，那在网上订酒店的时候，每一家酒店它的要求都是不一样的，所以我在订的过程中，我就记得有部分酒店已经付款了，而部分酒店呢，只提供了信用卡信息，可能等待酒店随时都会扣款。这个所有行程安排妥帖之后呢，我就非常开心的等着旅行开始了。有句话说，
无巧不成书。无巧不成书的意思呢，也就是说，很多书里的情节是靠着非常巧合的事件而推动故事发展的。我们有的时候看小说就会觉得这也太巧了吧，有点难以置信。但是我这次的经历也真的就是无巧不成书。那天我记得是一个星期五的下午，刚好我的朋友约了我下午出去逛街。因为即将到来的旅行，我要买一个小的行李箱，就是可以带着上机舱内的小行李箱。我记得我们约的是下午2点会面。当时我从家里边刚要出发，那个时候1点半。我坐地铁过去汇合的地方大约只要20分钟，所以我1点半出门，时间是刚刚好的。真的太巧了，就在我穿戴整齐之后，刚要出门的时候，就收到一条信息，是我预订酒店的那个网站上发来的。可能在这里也不太方便说这个网站的名字。总之呢，它是欧洲吧，它在全世界来说都非常有名的一个预订酒店的网站，可以说是前3吧，数1数2的这种。我当时下了它的那个程序，就是 APP。所以这条信息呢，是从那条 APP 里边发过来的。也就是说，在我看来，这是官方发来的消息。消息是一条英文的留言，是这样说的：你好，某某某女士，你在几月几日订了在意大利佛罗伦萨的酒店，是从几月几号到几月几号。请确认一下信息。如果不及时确认的话呢，那我们就可能给你取消了。我还是有一点点警惕的，所以我就打开了我订阅的记录，发现这家酒店我还真的没有付款，只登记了信息。他发给我的那条信息里边呢，写的是我所有的个人信息，我订酒店的日期，还有我的行程，全部都是对的。然后呢，他还发了我一个链接，说要填一下简单的内容。我点开之后呢，发现也确实是那一家酒店的内容，作假做的还挺到位的。就是里边的信息故意的包含了很多像是酒店的这种问题一样。比如说这次旅行是几个人呢？旅行是商务出行还是单纯的休闲放松呢？对旅行这个酒店最在乎的点是什么呢？就这些之类的，差不多有7、8个问题，让你简单选了一下，就是非常非常真了。那我就简单填了一下几个人，会待几天，全部填好之后，点了个提交。这个时候呢，那个 app 里边又发来一条信息，他说这样，我们的酒店经理叫做 Carlos， 这个人会通过 WhatsApp 加上你，具体呢，请跟他那边联络一下，确认这个信息。
因为前边的这个铺垫已经做得非常到位了，所以我完全没有怀疑。这个人刚好就在 WhatsApp 上加了我，整个互动呢也非常专业，非常像酒店的经理人。说了一堆之后呢，就发了个链接，说请抓紧时间确认，可能几小时内不确认的话，这个酒店就取消了。因为我刚好当时也着急出门，这样已经耽误几分钟了，我也就没有再多想，就按着他的要求点了那个链接。点进去之后呢，就直接跳转到付款页面了。我记得第一次是付246欧元。我把这个数字输进去之后，点击付款，然后再点击确认。因为我在一边出门一边操作，所以我也没有认真的盯着我的手机界面。我点完确认之后呢，对方立刻又从 WhatsApp 上给我发来消息，说不好意思，第一次付款没有成功，请你重新确认一下。确实是在第一遍的过程中，我没有认真看我的手机屏幕，而且有的时候一遍付款不成功的情况也是发生过的，所以我就没有怀疑，立刻又点了一次付款。但这一次呢，我是非常认真的盯着我的手机画面的，我非常确定我付款成功了，也就是我再一次付了246欧元过去。在我第二遍付款之后，他立刻联系我说还是没有成功，请你再确认一次付款。然后又开始发信息给我增加压力，还是那一套，类似于快点，马上就弄好了，请你快点点下边的链接立刻付款。这一次呢，我感觉他语气当中透着非常多的焦急和催促，我突然觉得专业的酒店工作人员不会是这样的态度。这一刻我才警惕起来，我说糟了，他不会是骗子吧？所以这个时间呢，我就立刻给银行打电话，要求冻结我的银行卡。但是法国的银行真的特别慢，打了半天都是机器，没有人接听。我只能就先出门跟我朋友会合。等跟他会合之后呢，我们俩聊了一下，一致认为这个是诈骗。我想这可怎么办呢？银行卡如果不能立刻冻结的话，那里边的钱我一定要先转出来才行。还好当时那张卡里的钱并不多，总共也就不到2000欧，所以我就赶紧把全部的钱都先转到我朋友的卡上，我们俩就继续安心的逛街了。等到周末2天呢，银行是不上班的，所以就又很忐忑的等了2天。等到周一的时候，跟我住同一栋楼的一个玻利维亚的女孩子，她的法语特别好。她听说了这个事情之后呢，就是主动提出说可以跟我一起去银行，帮我去冻结这个银行卡，看一下这个付款可不可以取消，或者是跟银行那边说明一下情况。我们俩一早就出发了。这个女孩子人还真的挺好的，去银行申诉。我们到了银行之后呢，平时接待我的那个 agent
经理吧，他非常忙，就简单的说了一下，让我在手机上操作了一下，但是总有那么几步就是卡住了，提交不上去，就是从第一步到第二步、第三步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没能提交成功，又跳转回第一步，这样就耽误了很多时间。这时候呢，他旁边有另一个他的同事，头发卷卷的一个法国帅哥，英文也特别好。他看到我很着急之后，就用英文问说怎么了。我就把事情的前因后果跟他描述了一下。他说，据我所知，这个钱呢，银行是不可能帮你扣回来的，因为毕竟是你点的确认，所以这件事情追回的可能性吧，几乎为零。他说，不过我可以帮你写一封申诉信。他拿过我的手机，在那个银行的 APP 里边点来点去，找到一个提交情况说明的地方，用法语写了几分钟吧，我感觉也得有几百字，就是把事情的前因后果都描述清楚了，提交了上去。之后他说，我能做的就这么多了，那你只能回家等消息了。虽然我自己也知道追回的可能性很小了，但是对于这个卷发的小哥这种热情专业的帮助，我还是非常感激的。后边就简单道谢之后，我们就离开了。那天天气还挺好的，跟今天差不多。我跟那个玻利维亚那个女孩子一起走到公园里，在公园里坐了一会儿。我说，谢谢你今天陪我来，我现在心情有点沮丧，不如我请你吃甜点吧。后边就买了几个法国的那个蒙布朗，还有几个不同种类的甜品蛋糕。我们俩坐在公园里，一边晒着太阳，一边聊天。所以现在想来还是挺温馨的回忆的。法国银行的那个服务还真的挺奇怪的。我之前在中国或者是日本的银行卡，如果消费了的话，那个扣款明细会立刻反馈到手机上，你能收到通知。但法国的那个反馈呢，它有滞后性，就是它的通知呢，经常会晚2到3天才会到达。果然，周一下午，我在那个银行的小程序里就看到了这个扣款已经发生了。尽管我当时把所有的钱都转到我朋友的账户上了，当时卡里也就剩了那么几欧，紧急避险嘛。但是我第一次知道，银行里的账户竟然可以成负数。没错，我的账号呢就变成了负490多欧。我当时看到这个数字我都震惊了，我想，这样没有钱竟然可以从0扣成负数啊！后来想想，哇，这负数也不行啊，我没办法又转了500欧进到这个账号里，把这笔扣款先还掉了。接下来呢，就是开启了在欧洲的3周之行了。在这3周旅行的过程中呢，时不时就会想起来这件事，尤其是旅行到意大利的时候，入住那家我付了3次费用的酒店，心里那个感觉就真的很不爽。后边我就跟他们的经理吐槽说，我收到自称是你们酒店的工作人员
在 WhatsApp 上联络我，让我付款，又额外付了2次，也就是一共我为这个酒店费用付了3次钱。他就说非常抱歉，但是我们的员工是绝对不会用 WhatsApp 上跟客户联络的。这个我们也没办法，以后你一定要小心哦。就总体来说，旅途还是非常愉快的。佛罗伦萨的那个美术馆呀，还有百花大教堂啊，米开朗基罗广场上看的那场日落呀，还有瑞士非常清澈的湖啊。等回到巴黎之后，银行发给我的信早就到了。我打开信一看，果然不出我所料，银行说他没有办法帮我追回这个欠款，因为是我自己支付的，即便是诈骗，那他们也是没有办法的。当时那封信差不多 A4 纸吧，有1页半的内容。我当时看着那封信，就是既有不甘，又有一种耻辱感。后边我想，有句话说叫做吃一堑，长一智。堑的意思呢，就是吃亏；智呢，就是智慧。也就是说，人都是从失败和吃亏当中慢慢学会很多事情，学会保护自己的。虽然这个损失已经无法避免了，但是只要你从其他方面有所收获，能避免这样的事情再次发生，那可能这个钱损失的也比较有价值吧。为了提醒我自己以后一定要谨慎小心，我当时呢就把那封信2页全部都拍了照片留念了。我只是想提醒自己，以后这样的事情不可以再发生第2次了。之后这封信我就给它撕得粉碎，扔进了垃圾桶，好像这样就可以让被骗的这种耻辱感减轻一些，一起扔进垃圾桶的感觉。最后，祝愿每一位观众都能拥有好运。那我们就下次再见吧，拜拜。